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3年的5月15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好，我们先来练习一下中文的步数，中文的数字啊。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好，我们看一下。好，9502。好，我们再看一遍9502，中文要怎么说？好，很多同学都来了，欢迎大家9502。好，老师先喝一口水。好，我们欢迎佳妮来了哦，还有裴静、兰墨、宋平，还有 C 同学，还有 Sierra， 还有菊林、开心、秀芝啊，还有我们的春娇、月莹都来了。好，裴静9502步，佳妮9502，太棒了。还有宋平跟这个林子9502步。春娇还有秀芝9502步。好，我看到熟林还有 RK， 欢迎啊，蓝墨9502步，月莹罗山9502步。好，我看到一些新同学来自缅甸的朋友，还有葛威 Assalamualaikum， 素英同学欢迎。好，还有谁？素英跟这个宜兴欢迎哦 Sierra， 还有这位同学9502。好。好的，还有慧君也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中级词汇。那我们先来念一下今天要学习的单词。第一个，冬季，冬季。第二个，动画片，动画片。好，第三个，豆腐，豆腐。好。这个有的同学会说，为什么不念动画片？也可以。在南方，我们比较喜欢念成动画片，北方会念成动画片。那豆腐可不可以？可以，没问题，听得懂。不过北方人会念成豆腐，豆腐。好，所以这个只不过是腔调的不同都有人说没问题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冬季，冬季。好，冬季就是 winter， 冬季就是冬天的意思。很多同学一定会问理查老师，老师冬天跟冬季有什么不同？没有不同，意思完全一样。不过冬季比较是书面语的用法，如果你用冬季的话，听起来比较正式，而且比较诗意。什么叫诗意？就是用英文说就是 poetic 比较 poetic， 你可能写在诗里面，很浪漫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用冬季，我觉得听起来会比较 poetic， 听起来比较诗意，比较浪漫的感觉比较浪漫的感觉。所以各位同学，你常常在中文的歌曲里面，或者是中文的诗里面看到冬季这个词所以这个听起来比较书面语听起来比较 poetic， 比较诗意。好，可以说我讨厌冬天，冷的要命。对，有人很讨厌冬天Hello s i k o n 欢迎。菊林喜欢吃豆腐。好，菊林吃豆腐有很多意思，等一下老师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的例句，冬季是我最讨厌的季节。好，冬季这里你也可以说冬天，也可以。冬天是我最讨厌的季节，都可以好，那最就是 the most， 讨厌就是你不喜欢，你不喜欢就是讨厌好，季节 season， 我们一年有4个季节，我们有春天、夏天、秋天，还有冬天。当然，你也可以说春季、
夏季、秋季还有冬季都可以啊。好，季节 season。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再往下看啊。冬天跟冬季是一样的意思，不过冬季听起来比较正式，比较诗意 poetic， 比较是书面语在用的感觉啊。好，冬季是我最讨厌的季节。素英喜欢雪，所以素英喜欢冬季，很棒啊。Hello， 宁同学你好。C 说我喜欢吃豆腐脑，很多人喜欢吃豆腐脑。豆腐脑是一道菜的名字哦，豆腐脑。春夏秋冬可以的。我们说四季，中文说四季就是春夏秋冬。东南亚的同学可能会没有冬天，对不对？因为东南亚非常热，感觉4个季节都像夏天一样，所以东南亚的同学可能感受不到冬天，因为东南亚4季都像夏天一样哦。蓝墨对臭豆腐 stinky 豆腐，这个臭豆腐啊，闻起来非常的臭啊。麻辣豆腐我们也可以说麻婆豆腐，这个非常辣，好像是四川的名菜哦。好，对，吃豆腐有这个，等一下老师来介绍好了哦。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了解一下冬季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些。如果在你的国家冬季会下雪的话，像东南亚的同学，你们冬季是不会下雪的。住在美国、加拿大，住在英国，住在这个北欧的国家，很多同学，你们到了冬季，哇，会下雪，天气非常的寒冷。那么，如果下雪的时候，你们可以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堆雪人，堆雪人。好，那对，四川麻婆豆腐没错啊。那各位同学，雪人 snow man 没有错哈，中文的说法跟英文是一样的，雪人 snowman。好，那我们中文是用堆的，堆如果用英文翻译的话，比较像 pile pile。那英文是说 build a snowman，中文说堆雪人 pile a snowman。好，堆雪人。好，第二个在冬季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打雪仗。好，雪仗这个仗就是 like fighting， 打仗 have a war fighting， 所以雪仗 is like snow fight snow war。OK， 所以打雪仗就是你会丢雪球去砸别人，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中文叫雪球 snowball。好，你会丢雪球。如果你跟朋友打雪仗的话，那么你们会丢雪球。丢雪球，丢 throw 雪球 snowball， 你们会丢雪球到人家的身上，丢雪球到别人的身上啊，到别人的身上。好，你们有没有打过雪仗呢？理查老师从来没有打过雪仗，因为在台湾很少下雪，台湾几乎是不下雪的。理查老师从来没有堆雪人，理查老师从来没有堆过雪人，理查老师从来没有打过雪仗，这些事情理查老师都从来没有做过哦。好，对，蓝墨说的很好。我们还有一样运动，这个应该算是运动 sport， 就是滑雪 to ski。好，你们有没有滑过雪呢？理查老师去韩国旅游的时候曾经滑过雪，不过理查老师不会滑雪，所以理查老师常常跌倒，常常 fall to the ground。理查老师常常会跌倒，因为理查老师不会滑雪。你们会不会滑雪？如果在你们的国家冬季常常下雪的话，那么你应该学过滑雪，对不对？好，滑冰啊，泰国没有下雪，对，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大部分的国家都
不会下雪啊，都不会下雪。春娇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雪。”理查老师有看过雪，但是我没有堆过雪人，也没有打过雪仗，也没有滑过雪啊。好，佳妮说在印度也不下雪，佳妮也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好，柬埔寨没有下过雪，大部分的同学，你们来自东南亚的话，你们都没有看过雪，对不对？好，湿跟堆啊，湿跟堆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湿是湿有很多用法，比如说湿我们比较像是堆是一个用手去把东西给堆高的感觉，这个叫堆。湿有很多意思哦，湿在这里如果要解释，可能会解释很久。不过这两个词是完全不一样的。蓝墨，你是不是想要说拖呢？不是湿吧，是拖吧？蓝墨，你可能说的是拖，拖是 drag 拖你可能是拉着一个东西，然后是这样拉，东西在后面，你是这样拉的，这个叫拖。堆是用手把东西堆高，这个叫堆。拖你是用手用力拉动，这个叫拖啊。我想这个蓝墨你问的应该不是湿，你问的是拖哦，拖是 drag， 堆是 pile 啊，两个动作不一样。好，林子都体验过了，他都做过这些事情了啊，堆雪人、打雪仗跟滑雪啊。好，南方很少会下雪，对，北方比较常下雪。菊林在徐州的时候见过雪啊，菊林在徐州的时候见过雪啊。慧君从来没有见过雪哦，很好。好的，各位同学，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做题目。好，来，他什么时不小心跌倒了？这题太简单了，请问答案是什么？时就是 when or while，他什么时就是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小心，不小心就是 like carelessly、accidentally，不小心就是你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这件事情是意外，它是意外，你不是故意的。好，跌倒就是你可能跌到地上了，为什么？你可能走路没有走稳，或者是你绊到石头、绊到东西了，你就会跌倒。好，那做什么运动的时候你会跌倒呢？好，滑雪很简单，他滑雪时不小心跌倒了。好，滑雪好，宋平，他滑雪时不小心跌倒了。你也可以把把雪球放到别人的裤子里。Norbert，你太调皮了这样子别人会很不舒服，对不对？好，罗珊他滑雪时不小心跌倒了。Sicom 跟这位新同学还有月莹，他滑雪时不小心跌倒了，很棒，答对了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来，动画片。动画片，当然你可以念动画片，在台湾我们会念动画片，在大陆大家会念成动画片。好，什么叫动画？动画也可以翻译成卡通的意思，英文就是 cartoon。我想你们小时候一定很喜欢看卡通，理查老师小时候非常喜欢看卡通，卡通又可以说成是动画。那片指的是像电影或影集，所以动画片指的是动画的电影或动画的影集，你就可以叫它动画片。记得动画片或者是卡通，它们的量词都是部，你可以说一部卡通、两部动画片、两部动画片都可以。我们的量词是部。电影也可以用部，一部电影、两部电影都可以。好，记得它的量词。动画片儿，对，北方人会说动画片儿。好，蓝墨小时候喜欢在家里看动画片，是不是？林子喜欢海贼王，海贼王非常多人很喜欢好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部动画片深受全球影迷的喜爱。好，各位同学，不是动画片的量词，深受喜爱，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法。深受喜爱就是 deeply loved by，deeply loved by，深受什么喜爱？好，我可以说理查老师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可以的。佳妮深受印度男人的喜爱。好，你也可以说，这部漫画深受大家的喜爱。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深受加上一个宾语，然后再加上的喜爱，就是 be deeply loved by。好，你也可以说，西班牙的风景好美哦。你可以说西班牙深受游客的喜爱，因为西班牙的风景很美，大家都想去西班牙旅游。你可以说西班牙深受游客们的喜爱，表示大家都很喜爱、很喜欢西班牙。好，所以这是个很好、很棒的一个用法，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哦。好 ，OK。动漫，Norbert，动漫指的是 comic books 啊，比较指的是漫画那种感觉啊，比较是漫画。动画片指的比较像是电影或者是影集，你可以在电视上或电影上看到的。动漫指的比较像是 comic books 漫画书啊。好，佳妮到现在还喜欢看卡通。好，好的，佳妮佳妮深受任何人的喜爱。我们应该说佳妮深受大家的喜爱啊。好，佳妮深受全球男人的喜爱，因为佳妮太漂亮了，对不对？好，西班牙东北有很多大陆还有韩国的游客啊。西班牙的东北部有很多大陆及韩国的游客。好，好的 ，OK， 没问题啊，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学习下一个单词叫豆腐。豆腐，当然你可以念成豆腐，在台湾我们会念豆腐，那你可以念豆腐，豆腐。好，豆腐啊，好，我想你们都知道什么叫豆腐，软软的，摸一下就碎了，这样的一个食物，你们都应该知道，它基本上是用黄豆或大豆所制成的一种食品，它可以跟很多菜一起炒、一起煮，哇，很好吃，豆腐软软的，特别好吃。豆腐的量词是块，一块豆腐，两块豆腐。好。哦，云儿来了，欢迎云儿哦。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你到四川一定要试试麻婆豆腐。好，你到四川，四川是在中国西南方的一个省啊，西南方的一个省份啊，四川省，对不对？一定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叫一定。一定要学习中文哦。Be sure to learn Chinese。一定就是你必须要做，something you have to do，something you must do。一定要好，各位同学，一定常常会跟要一起用哦。好，一定要我们后面加上一个动词，一定要学习中文哦，一定要吃麻婆豆腐哦，一定要看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哦。一定要早点睡哦。好，我们都会加一定要，后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动词，试试。好，试试就是 have a try， 试试看。我们可以说试试，后面加一个名词，表示你想要尝试后面这个事情。试试麻婆豆腐。好，麻婆豆腐是一道菜的名字，非常有名的菜。这道菜特别的辣，特别辣，所以叫麻。麻就是你会觉得舌头很麻、很辣哦。麻有点是那个 numb，英文应该是 numb。
你吃完麻婆豆腐，你会觉得太辣了，所以你的舌头会麻掉了，舌头会很麻哦。麻婆豆腐，你们喜不喜欢吃麻婆豆腐？理查老师不喜欢吃麻婆豆腐，因为理查老师不吃辣。理查老师不吃辣，我不喜欢辣的食物啊，我不喜欢辣的食物。好，正宗辣子鸡很好，这个菜很有名啊。蓝墨说每天一定要上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白豆腐炒豆芽很好。好的，这个云儿说希望我能天天上课哦。还有李生，好久不见了哦。好，在台湾最有名的就是臭豆腐了。对，台湾的臭豆腐非常有名，而且特别臭。对，理查老师很喜欢吃臭豆腐啊。好，麻婆豆腐、麻辣豆腐，还有甜辣汤。好，OK，我们再往下看。好，关于豆腐呢，有非常多的谚语，还有词汇，还有一些俗语啊。我们来学几个常用的。第一个，吃豆腐。当然，你可以吃豆腐，没问题，吃豆腐可以。但是如果你在平常的时候，你说吃豆腐，我们会想到吃豆腐就是对女生动手动脚。什么叫动手动脚？就是你随便去摸女生的身体，动手动脚啊，就是 touch in a sexual way，就是你看这个女生好漂亮，哎呀，你会给她摸摸脸、摸摸身体，这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而且呢，如果你摸的部位太隐私的话，不可以随便乱摸。如果你随便乱摸，甚至这是违法的，就是 illegal， 这是违法的啊，不可以这样做。吃豆腐基本上就是对女性不礼貌，而且会触碰、会 touch、会碰女生的部位，这个是违法的，而且这是不礼貌的，对女性动手动脚吃豆腐。所以你可以说我吃莲子豆腐，所以它是个这个叫什么离合词？吃豆腐是个离合词，就是可以说占便宜啊，可以是占便宜，不过占便宜可能不一定是动手动脚，可能是有别的情况，但是吃豆腐一定是 sexual way，sexual way。好，那各位同学，老师刚刚说吃豆腐是个离合词，所以你要把宾语放在这里。理查老师吃莲子豆腐，理查老师吃加泥豆腐，理查老师吃 Norbert 的豆腐哦。好的，对，有点是 harassment 的意思啊，没有错啊。肚子都饿了，大家一直说酸菜鱼。好，Nancy 你好，好的，你那么喜欢吃豆腐。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吃豆腐基本上是对女性动手动脚啊，动手动脚。占便宜不一定是动手动脚，可能你会得到比较多的利益，比如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要得到比较多的利益，这也是占便宜哦。所以占便宜的情况比较多，但是吃豆腐绝对是你去触碰别人的身体。这个中文叫动手动脚哦，那这个是不礼貌而且是违法的行为。好，对，麻婆豆腐是四川当地的美食，很好吃哦。好，没有错。好，各位同学，我们不可以吃女生豆腐。当然，有的女生会吃男生豆腐。老师可不可以吃男人豆腐？可以啊，女生可以吃男生的豆腐，也可以。不过大部分的情况是男生吃女生的豆腐啊，女生也可以吃男生豆腐。就是大部分是女性，但是其实也可以用在男生身上啊，也可以的，没问题。像现在好像有的男生也会被骚扰，对不对？啊，这个中文叫性骚扰。对，吃豆腐是个离合词哦。比如说，如果有女生吃理查老师的豆腐，那表示理查老师被性骚扰了啊，理查老师被性骚扰了。
好，性骚扰就是英文的 sexual harassment，就是吃豆腐的意思啊，性骚扰。好 ，sexual harassment。好，那我们另外一个常用的谚语叫做刀子口豆腐心，你也可以说刀子嘴，口跟嘴的意思差不多。刀子口豆腐心，刀子嘴豆腐心，什么意思？刀子，你的嘴巴像刀子一样，什么意思？表示你说的话很直接，说话人家不爱听，你说的话不中听，你说的话会伤害人，这样的说话方式就是刀子嘴，表示你说话好像刀子一样，会刺伤别人的心，叫刀子嘴、刀子口。豆腐心，豆腐很软，对不对？你的心啊，像豆腐一样，表示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好人，但是他说话不好听，很直接，会伤人的心。所以表示这个人不是坏人，但是他说话很难听，常常会伤害到别人。他说的话，他说的话会伤害别人的感情。这样的人就是刀子口豆腐心，他是好人，但是说的话太直接了，常常会刺痛别人的心，会让人家很难受。怎么样的人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可能有时候像你的妈妈，你妈妈有时候对你说话呀很直接，而且有时候说的话会让你很伤心。但是你妈妈不是坏人，你妈妈说难听的话是为了你好，所以我可以说这样的妈妈就是刀子口豆腐心的妈妈。虽然她说话很直接，会伤害你的心，但是她是为了你好，她不是坏人哦。所以各位同学，刀子口或者是刀子嘴豆腐心，好，对，说的话会伤害别人，他不能够控制自己说的话，有时候这种人说的话会让你觉得很难受、很难过或很生气，但是你知道他是为了你好，他不是个坏人哦。对，嘴硬心软的人哦。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应该都遇过这样的人，比如说，可能他是你的好朋友，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哎呀，他们说的话常常会刺痛你，会伤你的心，让你很伤心，让你很生气。但是他们不是坏人，有时候啊，他们是不能够控制自己说的话哦。好，你们一定都遇过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哦，我们的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哦。好，OK。好的，各位同学，我们来做题目。来，这个变态在车上，什么我？好，各位同学，你看这个词被这样的词叫离合词，对不对？离合词啊、哦。好，变态就是 pervert。什么叫变态？就是这种有的男人会这样变态，或者是他会骚扰女性，这样的人就是变态。当然也有女生的变态，我们有男变态，也有女变态。女变态会摸男生的身体，对不对？让男人很难受，也有这样的啊，也有女变态，当然也有男变态，男变态比较多一点。你也可以叫他色狼，你也可以叫男变态叫色狼。什么叫色狼？就是他看到了喜欢的对象，他就去摸了，色狼哦。这个中文很常用，色狼表示这个男人常常会性骚扰女性，会摸女性的身体，让女生觉得很不自在。你可以叫他变态，你也可以叫他色狼哦。好，不过色狼一般指的是男生，变态可以是男变态，也可以是女变态哦。好，希望你们不是个变态，希望男同学们你们不是色狼，你们不要随便碰别人的身体，不要动手动脚的，不要我们中文也可以说毛手毛脚的哦。好，中文应该要说毛手毛脚哦，毛手毛脚可以的，动手动脚比较好像会打人的感觉哦，毛手毛脚更好。好，这里我觉得我改成毛手毛脚好了。对女性毛手毛脚，
中文比较常说毛手毛脚，表示你啊去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随便触碰别人的身体，毛手毛脚哦，毛手毛脚。好，你们都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秀芝这个变态在车上吃我豆腐，离合词吃我豆腐。好 ，Jose 这个变态在车上吃我豆腐，表示这个变态摸你的屁股或摸你的身体哦，吃我豆腐。在巴士上，对，在公交车上有很多色狼，很恐怖，对不对？很可怕，应该不是很难看，是很可怕，对不对啊？色鬼也可以，色鬼比较像是，比如说你的老公看了别的女人，你会说色鬼哦。色鬼比较是说你的老公偷看别的女生，被你发现了，你会这样，色鬼给我回来。哦，色鬼通常是叫自己的老公或男朋友。好，对，毛手毛脚，动手动脚。好，这个变态在车上吃我豆腐，他可能摸你的屁股，他可能摸你的手，哦，这个叫变态色狼吃我豆腐。好，你们应该没有被吃过豆腐吧？希望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哦。有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他被变态摸过，被变态骚扰过，他被变态吃过豆腐。他变态对他毛手毛脚的，好，变态对他毛手毛脚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用对谁毛手毛脚的，表示你是吃谁的豆腐。好 ，OK， 希望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希望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好，这个变态在车上吃我豆腐，这个变态在车上对我毛手毛脚的。都可以哦。好，这个变态在车上骚扰我哦，这些词都可以用哦，这些词都可以用。好，老师再说一次哦。这个变态在车上吃我豆腐，这个变态在车上对我毛手毛脚，这个变态在车上骚扰我，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好。好，菊林说：“老师，我没有这样的经验，太好了，希望你们没有被性骚扰的经验，希望你们没有被吃过豆腐哦。”好，好的，广告时间，请各位同学点赞、订阅、分享，每个月2美元可以支持理查老师，请理查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 YouTube 会员，谢谢各位同学的支持，一定要支持理查老师哦。好，我们现在呢要来做题目了。来，第一题，豆腐，冬季，动画片，他人挺好的，只是刀子嘴什么心？这题很简单哦，这是一个谚语，很常用的谚语。他人挺好的，挺就是很 very，他人很好的意思，他是个好人，他人很好，他人挺好的。好，挺就是很的意思啊。好，他人挺好的，只是刀子嘴什么心？很简单，什么意思？他说话太直接了，他说话会让你很难受，他说话会伤了你的心。这样的人就是刀子嘴什么心？豆腐心，表示他不是坏人，他真的不是坏人哦。刀子嘴豆腐心，豆腐心，好，答对了，豆腐心，好，没问题。是好人，但是说话呀太难听了，常常说话啊会伤了你的心哦。好，第二题，豆腐，冬季，动画片，这部什么的票房很差。好，不是我们的答案的量词，对不对？票房是什么意思？好，各位同学，票房特别用在电影上面，票房表示这部电影卖的票多或者是少。所以各位同学，票房好的话，表示这部电影很多人看，很多人去买这部电影的电影票，很多人去买票看这部电影，所以这个叫票房很好。那票房很差呢，表示这部电影啊不好看，没有人想要买这部电影的票，
所以我们可以说票房很差。票房就是一部电影卖出去的票是多还是少，这就是票房的意思啊。好，宜兴这部动画片的票房很差，答对了，动画片。好，林子动画片。好，月莹动画片。春娇动画片。你选择的图片看起来像是不带胡子的雷曼。好的，素英动画片。熟龄动画片。汉奸这部动画片的票房很差，什么意思？票房很差，表示这部电影不好看，没有人要去买票，所以它的票房很差，卖出去的票很少。哦，好，听得懂吗，各位同学？好，动画片哦，蓝墨动画片，对，简单死了，对不对？哦，这种题目太简单了哦。好，来，最后一题就很难了，最后一题比较难。豆腐，冬季，动画片。这座桥是什么渣工程？盖好没多久就倒了。哎呀，各位同学，你们应该猜得出答案。虽然你没有听过这个用法，但是老师想看看你能不能猜出答案来哦。这座桥 ，this 座是桥的量词，桥就是 bridge，OK，bridge，OK，好，工程就是 like construction，哦，工程就是建设一个，比如说一栋大楼，或者是一座桥，或者是比如说盖一个公园，这些或者是盖一个水坝，这个都可以是工程哦，工程。好，盖好没多久，表示呢这座桥完成完工没有多久，可能2-3天，可能1周、1个星期而已，就倒了。倒了表示这个桥啊就 collapse 就倒塌了，哦，就倒了，就坏掉了。好，我们说桥倒了，表示桥啪，哦，就像这个图一样，你就可以说桥倒了，桥倒塌了，坏掉了，倒塌了。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好，Norbert 说这座桥是冬季闸工程。好，不对。好，裴静，这座桥是豆腐渣工程，盖好没多久就倒了。林子说这个渣是渣男的渣，对，渣的意思就是你做好一个产品，剩下来的东西，不要的东西叫渣哦。你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在做一道菜的时候，剩下来的东西，我们就叫渣啊，剩下不要的东西，无用、没有用的东西都可以叫渣啊。好，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好，你们都猜豆腐，你们答对了。但是呢，豆腐渣不是脆脆的意思。好，佳妮也不晓得什么叫豆腐渣。各位同学，我们在做豆腐的时候，豆腐做出来了，会剩下一些豆渣。如果你做豆腐的时候啊，豆腐做好了，会剩下一些豆渣哦，这个叫豆腐渣。豆腐渣通常是不要的东西，你做豆腐的时候剩下来的豆渣是你不要的，通常都没有用处，是无用的。所以豆渣就是没有用处的东西。我们一般说豆腐渣就是做豆腐剩下来的无用的东西，无用的材料。所以豆腐渣工程就是很烂的工程，很破的工程，很容易坏掉的工程，偷工减料，我们中文叫偷工减料。哦，偷工减料的工程，或者是呢，对，豆腐渣就是偷工减料的工程，就是你没有用正式的这个建材去做，你没有用这个正式的材料去做，你用一些别的东西加进去，为什么？为了省钱，可能为了贪污，所以这个工程你没有把它做好，你把它做得很差，所以这个工程很容易损坏，很容易倒塌。这种工程是偷工减料的工程。
各位同学，我相信在你们的国家应该都有豆腐渣工程，就是这个建商他不想要把这个建筑做好，他们常常偷工减料，所以可能地震一来，台风一来，这个工程就倒了，这个工程就坏了。这样的工程就是偷工减料的工程，很容易坏掉的工程。我们中文可以说豆腐渣工程，表示这个工程偷工减料，地震一来就坏了。你们国家里一定有这样的工程哦，建商他都会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叫做 portrait。这我不晓得，我要查一下是不是叫 portrait。哦，各位同学，偷工减料的工程是最不好的，因为呢，偷工减料的工程应该叫这个 shoddy 啦。Norbert，我们这个英文应该叫这个 shoddy construction，shoddy bridge。对，就是做豆腐剩下来的渣叫豆腐渣，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英文叫 shoddy bridge，就是很容易损坏、偷工减料的工程。对，偷工减料啊。好哦，玲玲老师来了，欢迎玲玲老师。对，玲玲老师最近好像不太舒服啊，右边的耳朵还是堵着。OK，了解。玲玲老师要保重身体哦。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偷工减料是中文很常用的词汇，把它记起来。如果你住的大楼是偷工减料的大楼，那你要小心了，因为地震一来啊，你住的楼可能就会倒了。偷工减料的房子、偷工减料的桥、偷工减料的工程，通常地震一来啊就会倒了，台风一吹就坏了。偷工减料是最不好的事情啊。好的，那么各位同学，你可以记起来，我们中文可以说豆腐渣工程，表示这个工程很脆弱，因为它偷工减料，很脆弱 （fragile），很脆弱的工程啊。好，玲玲老师这几天好幸福，因为都听不到孩子哭。好，那么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如果你听懂了，请记得给老师一个赞啊，然后支持理查老师。听得懂吗？如果听懂了，告诉老师，理查老师，我听懂了。今天学到很多词汇，豆腐渣、刀子口豆腐心、吃豆腐，吃豆腐就是毛手毛脚，性骚扰。我们还学到了变态 pervert 变态，或者是色狼。我们学到变态跟色狼，对不对？好，那这些都要记起来哦。好，我们明天见喽，各位同学，晚安，拜拜。好，宋平懂了哦，很好，宋平懂了。好，OK，拜拜。